很漂亮啊！那些木纹有一个每一边都不一样，木纹啊，那个叫眼睛啊，它不一样，这样看得很清楚啊。基本上第一次不用太浓，这个是香蕉水，弄一点香蕉水搅拌一下，那这样就可以。做这种块木啊，要防止它的油脂渗出啊。台湾块木它油脂非常的高，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你直接上2度底漆在上面漆，然后呢，它油脂会慢慢渗出来，渗出来以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就是会产生像痱子般的气泡，气泡以后它会将你的漆剥落，少掉一个工序，就前功尽弃。这个漆叫做防止土油漆，简单来讲，它叫头镀漆啦，这是第一道头镀。我们现在将头镀漆放上去，因为我已经调得很稀了，尽量让它吸进去，吸进去，块木纹都跑出来了。第一次漆好了以后，先给它放着干，400瓦稍微打磨过。整个打磨过就很光滑了哈，会亮亮的。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染色，这个叫做着色剂，木器着色剂，它有红色、黑色、黄色，然后你可以调3种颜色加起来，调起来大概就是类似这种胡桃木的颜色，可以调深浅。那深浅怎么去调？就是用加香蕉水也好啦，加水也好啦，它是万用型的，水有2用，速度要快，要让它干燥，所以我用香蕉水，颜色都调好了，基本上就是均匀的上去，
好了以后，给它放干，因为我有做一个投镀漆在里面，蓝色会比较均匀，因为它是加香蕉水，所以它很快就干了。那干了以后可以上2度底漆了。刚开始颜色不会很深，2度底漆喷上去以后，它颜色会变加深。但是如果你认为不够深的话，这些东西可以加到2度底漆里面，加越多越深啊。慢慢喷的话，颜色就越来越深。粉底底漆一定要上得非常漂亮，所有的瑕疵都必须要填满，要做得很漂亮。然后这个是因为还没有打磨，所以亮亮的。用非常细的砂纸600番，稍微轻轻的打磨一下，变成雾面，它的附着力会更好。第一个要准备一支铅笔，你要贴它的一半，用铅笔来做一个记号，轻轻画一下，它线就跑出来了。好，现在我们来介绍贴金箔。这个是主液，就是粘剂；这个是调薄剂。它的比例照说明书来讲是1比50啦，但是每个施作的习惯不一样。那我调到大概1比40、1比30左右。它这个东西必须要前一个晚上就要调好，因为它非常的浓稠。你看这个好像那个美雷沟一样，非常的浓稠。你要调的时候刮出来这么一点点。然后这个是稀释液，稀释液呢，简单来讲，其实它叫松节油，我大概是30左右。主气太浓，溶解度非常慢，将所有的东西慢慢的，大概调到差不多的时候给它静置一个晚上，它这个主气完全溶解，那这个就是不用调好了，慢慢的、均匀的给它上去。胶水上完了以后，你不能马上贴，因为金箔本身非常薄，这样贴的话，可能金箔会破掉，必须等个20-30分钟让它干燥。手在摸的时候，4年灰年就可以贴了。这么亮亮的，就是有胶水嘛，回家更细细，就表示说胶水都很均匀。贴金箔基本工具只有一支羊毛刷，金箔正四方是2.5公分，基本上大概是25张到30张之间就可以贴一个了。因为它有2层长短，只要将长的稍微往下凹，贴的时候不能有风，贴到极限的地方，然后稍微给它压一下，绝对不能有空隙。在贴的时候交叠一点点就好了。压的话，轻轻压就好，不要让它有空气在里面而已。贴好了以后再巡视一下，不要让它有空隙有一点点小空隙就要赶快补一下。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怕它有空气在里面，我们轻轻压一下就好了。我喜欢这种燎啊呢。在刷的时候，轻轻的，不要用力它就会慢慢的将多余的或是交叠的地方没有沾到胶水的金箔就会让你刷掉了。轻轻的刷，然后再反方向再刷一下，这边不完整嘛，表示说刚才有沾到胶水。拿一张干净的纸折好以后，沾一点点的容器拉一下就拉起来了。是不是就比较平整了？给它越刷，它会越亮。金箔有一个特性，延展性非常好。所有的金属里面，黄金的延展性是最好的，越刷越亮非常有质感，真的很漂亮。按那一点一点的感觉真的才看得出来，不是讲7金粉，贴的跟7金粉差很多。它是2比1主气2，然后另外气是1。一定要用磅秤，不能说用目视的这个容器，一定要充分搅拌因为它有加硬化剂，你没有充分搅拌的话，有时候气会不干
你知道这个金箔是多薄你哪样？那薄啊比纸更加薄的物件嘞。画金箔不能用代用针笔，因为代用针笔它笔头是不锈钢，会刮伤金箔，因为金箔真的非常薄。我们用传统墨汁，墨汁因为它是水性的，怕有时候会有油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一点点的沙拉托，一滴就好了。沙拉托它会中和那个油性。基本上都已经好了，最后再给它喷一次，让它放很久都不会变颜色，漂亮哈，每一颗都一样。然后我再给它喷一次的话，更漂亮哈。完成品这么漂亮，很大一颗，亮晶晶，然后还有看到木纹，高级质感都出来了。用大培林6号转环，它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用它了，剪掉。OK， 因为安尼足暗的就袂叫出去啊，我无瞬间那个煮，这就慢干哈，它垫进去，绝对没有办法脱落。这个是大天狗用的，封起来就这样。